为联合起来就能打过我吗？告诉你们吧，就是你们孙家所有人联合起来，都打不赢我！妈的，我跟你拼了！废物，一招都接不住，给你们机会，你们也不中用啊！陈征，你明明能轻松打赢他们，为什么要打废他们？不废了他们，他们怎么知道我是真正的高手？我师父已经把天下第一给你了，你为什么还要咄咄逼人？不打败他，别人又怎么会知道我才是真正的天下第一？师父已经把天下第一给你了，你为什么还要咄咄逼人？为什么还要咄咄逼人？孙先生，你还有什么手段呀？放过他们！老子凭什么放了他们？除非什么？除非你跟我打一场，否则你就给我跪下做狗！不，大少爷，不要跟他比。大少爷，他的实力太强了，你打不过他的，千万不要答应。我爹从小就告诉我，真正的强者，从来都不是打败了多少人，而是保护了多少人，保护了多少人。真正的武者从来都不是打败了多少人，而是保护了多少人，保护了多少人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就别怪我了。大少爷，哥，我答应过我爹，要保护好梁普和弟弟。哥，哥，大少爷别打了！大少爷你会死的！你还好吗？你一定不要放弃。你要来吗，江小姐？你也走吧，我不会怪你的。待会有机会，赶快逃出去！大少爷别打了！大少爷你会死的！结束吧！大少爷小心！哥，小心！哥，大少爷，大少爷，你没事吧？江小姐，谢谢你。好快的速度！江雨婷这是要干什么？他该不会跟陈征交手吧？江小姐，你赶紧回来！陈征是武林高手，你一介女流之辈，不是他对手的。原来是个小瘪三儿啊！怎么，你要替他们出头？你刚不是说只要是孙家的，能挨过10招，就算赢吗？没错，我自幼习武，死在我手上的人没有100也有80。你不会觉得你能在我手上撑过10招吧？啊？我是孙家的帮工，也是孙家的。好啊，不过丑话说在前头，我可没心思陪你们再玩下去了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不会再留手了。江小姐，你赶快回来，你会死的。大少爷，没事的。请吧。既然你想找死，
那我就成全你。江雨婷这是疯了吗？他真要跟陈正交手，他这是找死啊！咱们俩联手拼死才扛过4招，江雨婷恐怕只能扛下2招吧。还剩9招，3招，3招之内，我一定宰了你！这家伙到底怎么回事？明明感觉很轻松就能杀了他，但每次他都能卸掉最少70%的力。死丫头，你会功夫对不对？为什么一直躲？给我打呀！我不会功夫，拳头打出去容易伤人性命，我不想这么做。不管你会不会功夫，今天你必须死！江小姐，小心！江小姐，就算你不想害人家的命，也不要让人家害你的命啊！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有这么强的实力？爹，如今我终于明白一个道理：功夫可以不只是杀人技，同样可以用来保护人。跟老子打，你还敢分心？去死吧你！江小姐，小心！大少爷，大少爷！你疯了！对方可是陈正，你怎么敢分心呢？即便到这个时候，宋文还在关心我。大少爷，你先下去休息，这里交给我。可是，你以为让他们躲起来就没事了？今天在孙家粮铺的每一个人都逃不掉，而你会死在他们前面。还剩6招，都听见了吧？都到这时候了，这个臭帮工的还想跟我过实招？你说错了一件事。什么？我说的6招，不是扛过6招，而是在6招之内打败。装神弄鬼，给我死！装神弄鬼，给我死！好快，手臂被长钉贯穿，不应该受伤吗？怎么可能打出这么快的拳？哥，江雨婷真把陈正打退了。
这怎么可能啊？这可是曹帮的二当家，江雨婷居然占上风。难道江雨婷真的学过武功？这招式，这拳法，你到底是谁？10招已过，你输了。赢了，我们终于赢了！我们赢了，我们的裤子保住了。输了，老子绝不会输！你想要耍赖？耍赖？老子只是陪你们玩玩，你们还当真了？别忘了，老子是来收粮的。在青州城，我告诉你，老子想要的东西就没有得不到的。你不是很厉害吗？再厉害有个屁用！打得过1、2个，能打到这一群人吗？给我上！这怎么可能？你到底是谁？我只是一个小帮工罢了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一个帮工怎么可能有这么强的功夫？以后别再来孙家粮铺。撤！走！快走！走了！江雨婷是吧？你给我等着！等我老大到了，就知道得罪曹帮的下场了。你们就等着跪地求饶吧！一发穿云箭，千军万马来相见。这是曹帮的信号弹，曹帮帮主要来了。曹帮帮主赵明远，他可是青州城的土皇帝，城内城外，不管是谁，但凡得罪他，都没有一个好下场的呀。而且赵明远有2员大将，号称青龙白凤，实力比陈真还要恐怖。如果他没有来的话，咱们孙家粮铺可真就完了啊！曹帮帮主要来，咱们可怎么办啊？江雨婷，都怪你，非要逞什么英雄，这下好了，把曹帮帮主给招惹过来了。就是，你如果不插手，事情也不会变得这么麻烦。你可闭嘴吧！刚刚如果不是江雨婷，我可就没命了。哥，现在怎么办？别担心，赵明远来了之后，事情或许会有转机。这些就是曹帮的人。谁放的信号弹？是我，大哥。这孙家粮铺里面有高手，把我带的兄弟们全部都打这。大哥，你干嘛打我呀？事儿都办不好，该打。谁是孙家掌柜的？站出来！见过赵帮主。你对我们曹帮有意见？赵帮主言重了，我们孙家粮铺小门小户的，不敢对曹帮有意见。我们曹帮来收粮，就你们孙家粮铺不交粮，这他妈不就是有意见吗？还请赵帮主见谅，我们孙家粮铺并非有意。我不管你有意无意，给你2个选择。要么老子给你点钱，把粮食卖给我们曹帮；要么老子弄死你们，照样把粮食拉走。选吧。哥，要不我们还是答应赵帮主吧？
咱们斗不过他呀。当年爹都没有和曹帮同流合污，我也不会这么做的。抱歉，赵帮主，恕难从命。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李峰，收拾收拾，半炷香时间，把粮食给我放到脚底下来。明白。是李峰，竟然是李峰！这下完了。早就听说赵明远身边的2大高手，青龙、白凤。青龙是第1高手李天龙，白凤就是李凤了。哥，咱们连第3高手都打不过，更何况是第2高手。江小姐，先休息一下吧。大少爷，不碍事，我这是……等等。孙掌柜改主意了，还请赵帮主看一眼这枚令牌。麻烦。这个令牌你从哪儿拿到的？这是我爹留给我的。哥，这个令牌怎么回事？怎么赵明远看到就不说话？当年爹和赵明远有一些关系，最后观念不同，才分道扬镳，希望能有点用。好啊，那就看在令尊的面子上，我给你个机会吧。多谢赵帮主。不忙，先打赢他再说吧。曹帮李凤，请赐教。李凤，你小心点，这个臭帮公的很奇怪，深藏不露，小心别在阴沟里翻船了。老大，他真的是个高手啊！区一个帮工能是什么高手？自己没用就别找借口，再敢废话，小心你的舌头。孙掌柜，你们可以随便派人，只要能让他后退一步，你们孙家的粮食我给你留下2成。才给我们2成粮食，你还是要抢我们家粮食？哎，退下！要不是看在和令尊有些交情的份上，你现在都不能站在这儿和我说话。上一个得罪我们曹帮的人已经化成灰了。哼，大少爷，让我们来吧，我们能消耗他一些力气。嗯。孙家的人太没用了。比武讲究的是点到为止，你竟然把他给废了！想让我后退，派点高手上啊！下一场我跟你打。一个个的上太麻烦，你们一起上，一起上！你不要太嚣张了！你们打不过他的，不要上去白白送命了。大少爷，我们都商量好了，我们也没什么本事，但是我们能让他多费一点力气，这样你胜算就大一些。呀！让开！一群废物！孙家的人就这点本事吗？啊？孙掌柜啊，你们孙家要都是这样的人，我劝你就赶紧把粮食交了吧。孙家粮铺，还有你。为了打败陈征，你的手臂已经受伤了，接下来就交给我吧。大少爷，你打不过他的。没关系，只要能让李凤后退一步就好了。拳脚无眼，你可想清楚了？赵帮主，希望你能说到做到。只要我能让他后退一步，你就给我们孙家粮铺
留下2成的粮食。麻烦，不用后退一步了，只要你能接得住他3拳，就算你赢。3拳，这3拳，他斯文连1拳都接不住，还3拳。接了这3拳，必死。没关系的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接下这3拳。哥，你不能打呀！李峰的武功高强，你要真接下这3拳，会没命的。无论如何，都要留下一部分粮食，不然的话，青州城的百姓就真的没有活路了。孙掌柜，希望你能坚持住我这3拳。请吧。哥，没事吧？大少爷，大少爷，没事。我还能再接，再来！大少爷，哥，不要再打了！大少爷，这样下去你会没命的！大少爷，你放弃吧！大少爷，你别打了！再来！江雨婷，求求你救救我哥！二少爷，你快起来！江雨婷，你会武功对不对？哎呀，还真惨呐！他还真是要粮食不要命啊！为了这点粮食，真是连命都不要了，跟他爹一个性子。可他哪知道啊，到最后他得和他爹一个下场。老大，你这意思是这2次都……咱们接到的是那位大人物的命令，全力征粮。你觉得我会把粮食给他留下来吗？恐怕这个斯文到死都想不到。就算他搭上性命，也护不住这些粮食。江雨婷，我知道你会武功，现在只有你能救我哥。二少爷，你求他干嘛？他只是个帮工，他怎么能救大少爷呀？就是啊，他只是侥幸才接了陈征10招。这李凤可是1等1的高手，江雨婷怎么可能打得过他呀？二少爷，你先起来。我不起来，现在能救我哥的只有你，只要你答应救我哥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真正的武者不在于打败多少人，而是爹，最后一拳，再来！这前2拳我只用了5分力，这1拳我就不收力了。江雨婷，你怎么？你好好休息，剩下的交给我。就是这个家伙，一个帮工的还能怎么样啊？老大，这家伙他绝对有问题，你要相信我呀！他们孙家一窝都是废物，他能高到哪儿去？你个臭帮工的，站出来！是嫌自己命太长了吗？这样吧，你给我跪下磕个头，我尽量给你留个全尸。赵帮主，你说的3拳约定，可还算数？算数，只要能接他3拳，就算你赢。请。这可是你选的，别怪我！呀！第1拳，第2拳，
真的会功夫啊！他不是靠拔出钉子才吓跑了陈征的吗？还剩一拳。李峰，还剩一拳了。你要是连个帮工的都拿不下，我曹帮要你干什么？是，去死吧！赵帮主，3拳已过，是否该履行承诺？李峰，你刚才是没注意吗？你不过是凭运气赢了一局罢了，那可不算。天龙，给我上！你们曹帮的行事风格还真是一模一样，一旦败了就赖账。赵帮主，你刚刚不是说只要我们能够接下李凤的3拳，这一切就算结束了吗？对啊，江雨婷已经接下了3拳，你该兑现诺言了。我刚刚说的是你接他3拳，现在换人了，那规矩当然就变了。你还有，我是看在令尊的份上才给你机会的，你要是不想要，那我可就……等等，只要我接下他3拳，就算我赢，是吗？不行，换成你的话，你得赢了他。什么？打败李天龙？李天龙可是曹帮第一高手，时称天下第一，一双鹰爪功无往不利，青州城内没有人能接得住他的第2招。李天龙的武功远超李凤，这谁能打败他呀？江小姐，你放心，我有信心。江小姐，你要加油啊！你能打败李峰倒是有点实力，不过到此为止了。接下来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。请吧。2招之内，我定让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少废话。这江雨婷怎么只知道躲呀？还能是为什么？肯定是怕了呗，不敢硬接李天龙的鹰爪。江雨婷，你刚才不是很嚣张吗？现在怎么躲得跟苏头辉一样啊？啊！哥，江雨婷怎么只会躲啊？或许他有自己的原因吧。只会躲避的废物。又一根长钉，这个废物身体里到底长了多少根长钉啊？又一根长钉，什么意思？你是说他刚才就从身体里拔出一根长钉？没错，之前他跟我交战的时候，就从左臂上面拔出了一根长钉，之后他就实力徒增了。左臂曲泽穴，右臂少亥穴，这难道是……怎么打不过我就开始自残了？不过你这种自残的方式是吓不倒我的。银针封脉，天龙，快动手啊！趁他下一根长钉没拔出来之前，杀了他！哥，什么是银针封脉？银针封脉是古武流传下来的一种封禁法门，分别用9根银针刺入全身的9处大穴，专门惩罚那些武功高强的恶人，让那些高手成为废人。那江雨婷为什么会被银针封脉？难道她是什么十恶不赦的犯人？这我也不清楚。刚才是我小看你了，没想到你还有点实力。不过想打败我，痴心妄想。谁输谁赢，还不知道呢。好快的腿，我竟没看出他出腿的速度。如何？还继续吗？在他拳下，我竟然连还手都做不到。他究竟是什么人？如何？还继续吗？我李天龙习武20余年，
还不信收拾不了你一个臭帮工的！你输了。好，打得好，赢了，我们赢了！将我击败之后，气息还能如此沉稳，他的实力远在我之上。竟有如此实力，绝非籍籍无名之辈。你到底是谁？我只是孙家的帮工。赵帮主，我已经打败了李天龙，你是否应该遵守约定，带你的人离开？约定？约定就是你孙家的粮食，我全要了。赵明远，你不讲道理！刚刚明明说好了，只要我们赢了，你就带着人离开。现在我们已经赢了，你怎么又要耍赖了？道理值几个钱？现在是战乱，粮食最值钱。青州城的粮食都得是我曹帮的。你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放过我们。本来是想不费力气拿下你们几个杀鸡儆猴，没想到来了这么个臭帮工。江小姐，孙先生，我原本以为功夫就是杀人技，学拳就是要打败对手。直到今天我才明白，原来功夫也是可以保护别人。哼，弟兄们，干活！哥，江雨婷功夫可真厉害！咱们梁铺有救了，梁铺有救了！别动手，别动手！说，为什么要抢光青州城的粮食？好，我说我全都告诉你。江雨婷，你别以为你能打赢我就了不起，要粮食的是曹大帅。曹大帅？曹大帅？对呀，曹大帅手上有上万的兵马，你破坏了曹大帅的计划，你可死定了。我不知道谁是曹大帅，我也不在乎他有什么计划，我只知道我们需要这批粮食救济城中的百姓，所以没有任何人能从这儿把粮食抢走。你像说笑话一样，你以为你是天下第一，你能以一敌百吗？是不是天下第一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今天我能够保护他们，这就足够了。带上你的人马，马上滚出去，否则就别走了。江雨婷，这事儿还没完呢。曹大帅的人马马上就要进青州城，你死定了！不用送啊，再见。江小姐，你可真厉害，全靠了你才能赶走曹帮。江小姐，谢谢你。江雨婷，对不起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大人不计小人过。你们也很厉害，你们的勇敢我自愧不如。报了，报了，报了！曹将军进城了。
恰！见过少帅，辛苦了。怎么就你们几个人？我要的粮食呢？启禀少帅，粮食已经在筹集当中了，只不过目前遇着一点小麻烦。麻烦？曹少帅，这真不怪我们，而是这青州城里面出了一个刺头，不仅不卖粮食给我们，而且还动手打人。老子说话轮到你插嘴吗？姓赵的，你不是说你是这青州的土皇帝吗？怎么连这点事都办不好？我看你这土皇帝当的也不怎么样嘛。少帅，息怒啊，息怒，息怒，息怒，废物就是废物，少他妈找借口！给你们1炷香时间，让青州粮商滚过来见老子！是。大哥，见过曹少帅。给你们3天时间，把所有的粮食交到曹帮，超过时间的，后果自负。曹少帅，如果把粮食都交了，我们就没得吃了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来得及呀！你说，听不懂人话是吧？啊，老子要的是粮食，他们是死是活，关老子什么事？你们谁还有意见？没意见。没意见，赶紧滚吧，别耽误老子休息。曹少帅这哪是要粮啊，这是要咱们的命啊！小点声，何止是要咱们的命，他这是要整个青州城百姓的命啊！看来只有这一个办法了。老刘，干嘛去？孙家粮铺。孙家粮铺。孙老板，孙老板，这次你得帮帮我们。对呀，你现在可是青州城唯一一家能从曹帮手里保住粮食的粮铺了。上次多亏了江小姐，帮我们赶跑了曹帮，我们孙家才能逃过一劫。哎呀，孙掌柜，你还开什么玩笑？他就是一个帮工，如何敌得过曹帮啊？现在可是全城老百姓都要面临的生死难关啊！你们可别小瞧了江小姐，她虽然是个帮工，但功夫可厉害着呢。江小姐，你觉得呢？这件事，容我再考虑一下吧。孙老板，那我们先告辞了。江小姐，你是有什么顾虑吗？江小姐，你是有什么顾虑吗？其实他们说的没错，青州城现在的确正在面临生死难关。我知道，江小姐，你一定要把那个曹少帅赶跑啊！闭嘴！江小姐，你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吗？我答应过我爹，再也不会参与江湖上的打打杀杀。江小姐，你现在做的这些，
其实并不是什么打打杀杀。你要是不信的话，跟我来。小心，小心点。谢谢少爷。慢点啊。江小姐，这些粮食是你上次打赢曹帮那些人之后留下来的。有了这些粮食，不仅青州城的百姓能够吃顿饱饭，就连周边的几个城镇都能少饿死很多人。江小姐，你看到这些，你有什么感想？有用得到我的地方，我会出手的。你是不是脑子坏掉了？老子是来征粮的，不是来打架的。少帅，息怒，毕竟您父亲的精锐还没进城呢，我怕这个时候贸然征粮啊，引起民变，对您不利呀。你是说那群贱民敢对本少帅出手？不敢，少帅，咱的目的是征粮嘛。要是有什么办法能征到粮食，又能少很多麻烦，您这何乐而不为呢？少帅，我们这次只带了1队人，若是城中民变，不仅拿不到粮，还真有可能遇到危险。我有个主意，咱们可以借着比武这个由头，让各大粮商交出粮食。觉得这主意怎么样？好啊，这主意简直是完美呀，少帅。但是有个人咱们得注意。谁啊？孙家粮铺江雨婷。不认识。这样，我给你10杆枪，100发子弹，你自己解决。明天我要看到结果啊！是。江雨婷，你不是功夫厉害吗？我就用功夫打死你，我让你所有的东西就在你眼前消失。娇姐，你说我哥能去哪儿啊？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，他不可能不来啊！别着急，已经派人去找了，应该很快就有消息。只怕大少爷的失踪和这次擂台赛有关。擂台赛我哥又不参加，这和他有什么关系啊？曹少帅到！少帅，难道说大少爷失踪和赵明远有关？赵明远做得不错，短短3天时间，弄得有模有样。少帅，那都是您指导的好。曹少帅，敢问这比武，我们要是赢了，可以不交粮吗？老子是来收粮的，你敢不交粮？少帅，您别生气啊！您带来的都是军中好手，要比咱肯定赢，为的是让他们这帮人心服口服，不是？没错。今天凡是有人能击败我带来的人，就可以免除这次纳粮。好，对方绝非这么好心。江小姐，你的意思是说他们有阴谋？曹轩和赵明远绝非善人。那岂不是这次来参加比试的人都有危险？我来。智人粮行刘青山前来挑战。刘掌柜，你现在就可以认输，若等比赛开始再认输，可就难堪了。比起权力，我当然比不过你人多势众的曹帮，不像你们这些有枪杆子的。但是比武，我还是有自信的。老刘可是正经青州人，打小就习武，一般的练武之人
压根儿就不是他的对手。这个当兵的成天就知道吓唬人，一看就是个花架子，绝对不是老刘的对手。我今天就让你付出代价。让我付出代价，那我拭目以待。请吧，刘掌柜。我们青州帮不会任人宰割的。看招吧！看来这场比赛有机会拿下。江小姐，你说刘掌柜会赢吗？会输。曹轩派出的这个人是个高手。什么？刘掌柜会输？少帅，那个人就是江雨婷，也就是这次比试当中最难缠的。李副官可是师承高手洪七的，别说是在整个青州了，就算是在整个江南，那也是数得上号的高手。那是自然，不过我还是做了一点准备。好，好，没事吧？肋骨全断。这李副官看似全程都在防守，但最后只需一击便能击败刘掌柜，看来有些实力。你这个人出招，招招致命，这是比武吗？这分明是杀人！还有没有想赢得比赛、不想纳凉的？欺人太甚！我来，我来，攻他下盘。又一个找死的！你们青州派这些老弱病残上来干什么？是嫌命活得太久吗？会让你付出代价的。等，你们青州比试是比武呢，还是比嘴皮子呀？赶紧出手，少他妈浪费我们少帅时间！成了，这场比赛我们青州肯定能赢。好啊！不见得。江雨婷，你怎么老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啊？就是啊，你不会以为这真是我的弱点吧？是不是弱点，试试就知道了。我的腿啊！我的腿啊！下一位，这是比赛，不是杀人，你们也太欺负人了。这你可冤枉我了，这可是你们的擂台比武规则，有说不能把人打死。没有，那我打死他了吗？我刚才可是正常出手，我也没有把他打死。我想问问各位，我有违规吗？啊，你这是强词夺理，次次都下死手，一点习武之人的风范都没有。对啊，就是耍无赖，耍无赖！都给老子闭嘴！吵死了！你们青州的武术也不过如此，还好意思摆擂台？还有没有人上啊？啊！要是没有人上，青州的粮食我可全拿走了。来人，收粮！等等，差点把你给忘了，让我想想，你是谁来着？孙家江雨婷。原来是江雨婷啊！我听说你一个人打败了青州所有的高手，怎么今日到这个时候才出现？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挨打，想当救世主啊？有那个本事吗？李副官，会会他。李副官的拳法和腿法都毫无破绽，恐怕江雨婷不是他的对手。可惜了，这练武的好苗子，恐怕折在这里了。江小姐，你还是不要去了。我哥现在不知所踪，你要是出了事，我哥回来看见你受伤，我该怎么跟他交代？放心，他们伤不了我。我今天不只是要救下你哥，还要保下青州粮草。你已经连战2场，公平起见，我让你一只手。你他妈看不起我，
就他们这群货色，老子能打10个。让你一只手是以示公平，但你刚才怎么伤害2位掌柜的，我就会以同样的方式还给你。我看你们这些青州人就是嘴上功夫厉害。你虽然打败了之前的几位高手，但我告诉你，我跟他们可不是一个级别的。我的拳头可是战场上见过血的。少废话，出招吧！江雨婷明明可以出手，为什么迟迟不出手？这是为何？江雨婷，你为什么不还手？还是说你怕了？别着急，习武之人要戒骄戒躁。再来。李副官，给我站起来，接着打！这是军令。是。曹轩对自己人真狠啊！再来！你已经受了内伤，再打下去会死。军令如山。江雨婷，你真厉害！好，江雨婷好样的，好样的，江雨婷！好，果然还是得江雨婷出手，我们这些老骨头不中用了。这江雨婷出手，果然是给咱们报仇啊！曹大帅，还有吗？我刚好一次性解决，大家也省些时间。精彩啊，精彩！江雨婷，我还是小看你了。这李副官跟我走南闯北这么些年，见过不少高手，今天被你打成这样，说明你还有点本事嘛。承让。江雨婷，你别得意的太早。我曹轩今天把话放在这儿，青州粮仓我势在必得，所有挡我路者都得死。我还是那句话，只要有我在，青州城的一粒粮食你都别想拿走。想打，我奉陪到底。行，很能打是吧？满足你。本少帅最不缺的就是人。曹轩，你耍无赖！他不是很能打吗？今天我就一点一点的磨死他。还有多少人？一起上吧。江雨婷，你未免也太自信了吧？你之前一个人单挑整个曹帮是挺厉害，但我实话告诉你，我的兵可都是训练有素的，和那些帮派小喽啰可不一样。在我面前，都一样。好啊，今天我就教你怎么做人，都给我上，弄死他！这江雨婷未免也太自信了吧？万一要是输了，我们整个青州都毫无还手之力啊！是啊，这江雨婷怕是有危险了。姓曹的真不是东西。江雨婷，我来帮你。还有我。江雨婷，我们知道你能打，但是我们看不惯曹轩以多欺少得意的样子。今天咱们3个就把这些士兵杀个片甲不留。对，好啊，都想死是吧？成全你们。啊，哎，天罗地网。哦哦。卑鄙小人，就这还训练有素？江雨婷好样的！没想到我张凯今天也风光了一把。好啊，正好活动活动筋骨，陪你们玩玩。李刚、张凯，你们先下去，这里交给我。你自己小心点，小心。江雨婷，想当救世主啊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胜负未分，生死未定，请吧。这招式怎么似曾相识？江雨婷，
比我擂台上敢发呆，看不起我吗？江雨婷要赢了，不好说。我看曹轩还留了后手。不可能，我怎么可能输给你这种无名小卒？武道不分贵贱，只论实力。江雨婷，我知道你很强，也很聪明，可惜再强的人也有弱点。你要敢动我，我保证你这辈子见不到孙文。好。江小姐，大少爷，小五，哥，江雨婷，你不是很厉害吗？来看看是你功夫快，还是我的子弹快？有本事冲我来，别动他！曹轩，你这个畜生，放开我哥！他不是很能打吗？来，继续打呀！你到底要怎样，才肯放过他？江小姐。哥，想跑没那么容易。我看你们谁敢动！都给我住手！这是哪来的军队？是曹家的人。江雨婷，曹大帅来了，我保证你马上就死。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说了吗？青州粮食的问题，我自己可以解决。你说的解决，就是自己亲自上台，和这些武夫斗技，然后被打得头破血流。大帅您息怒，您误会少帅了。少帅啊，这是都是那个江雨。你以为我会像那个蠢货一样被你当枪使？各位青州百姓乡亲父老，犬子过于狂妄，给大家造成了误会，也给大家造成了惊扰。我曹某人在此向大家赔罪了。怎么回事啊？犬子，曹勋的父亲是掌握10万兵马的军阀啊！曹金荣，曹金荣，这个人看起来好像有点熟悉。想必阁下就是最近声名响赫的武林高手江雨婷是吧？江小姐，小心！干什么呢？没事。枪放下。手下的兄弟不懂规矩，还请见谅。在下不小心伤了公子，还望大帅海涵。犬子做事狂妄，江小姐教他做事，我感激还来不及呢，怎么会误会呢？我只是想早点集齐粮食而已。闭嘴！我叫你筹集粮食抗倭，我可没让你欺负青州的百姓。什么？曹大帅大张旗鼓的征粮，是为了抵抗敌寇的入侵？原来我们一直误会了曹大帅。敢问曹大帅，你们征收青州的粮食是为了抵抗入侵吗？各位青州百姓，大家可能是真误会我曹某人了。虽然大家叫我一声大帅，但是我也是穷苦人出身，怎么会欺负青州的百姓呢？如今敌国外侵，家国有难，我曹某人身为中下人，理当为国出力，保卫青州城。可是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，所以我才让犬子前来征粮。谁能想到他……江小姐，曹大帅所说的到底是真是假？不确定，但敌寇入侵是事实。如果他们征粮是为了抵抗敌寇，那就是好事。我可听说不少城镇已被倭寇攻城，
城中百姓流离失所，你说我们会不会也被攻破城？我曹某人给大家带来了误会，给大家带来了麻烦，我曹某在此给大家道歉。什么？原来咱们误会曹大帅了。曹大帅是为了我们青州的百姓考虑啊！我曹某人在此请愿，大家有粮的出粮，帮助我们共同抵抗倭寇的入侵，抗击倭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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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原来是乌龙一场啊！曹大帅，你还真是爱国。大帅，您真是深明大义。原先我们就一直担心倭人来犯，现在有您帮忙，岂不是更好了？曹大帅，如果你们征粮是为了抵抗敌寇入侵，那青州城的粮食我们可以提供给你，但我希望曹大帅不是强行征粮。如果发生这样的事，我们可不会乖乖就范。请大家放心，我曹某绝不会进行强制征粮的事情，我曹某肯定会为青州的百姓负责。好，就算大家出的粮食不多，我曹某人也会为青州的百姓出生入死，不会让百姓陷入水火之中。好！奇怪，这曹大帅在上面讲的风生水起，曹轩怎么一副看笑话的样子啊？难道说曹金荣说的话有鬼？曹金荣一定没打什么好主意，看来还是多加防备一些才好。曹大帅是个好人啊！曹大帅，您真是个好人呐！要是没有您的话，我们青州城可能早就沦陷了呀。没错，多亏了曹大帅，现在我们终于不用每天提心吊胆，担心倭人来犯了。是啊，曹大帅放心，稍晚一点，我会让下人把粮食送到您那儿去。哦对，还有我，如果粮食不够啊，曹大帅您尽管开口，您为了我们和倭人奋战，这点粮食不算什么。对，不算什么。我曹某人在这儿感谢青州的父老乡亲。走，请。一群蠢货，到现在还看不清形势，真以为曹金荣会帮你们一起打倭寇？现在只有你最清醒了，奉劝你一句，小心曹金荣。这个曹金荣果然有问题。荣三，进入青州之后，可有什么收获？当然有，山下先生，我已经找到了攻下青州的方法。呀，青州人尚武，到时候咱们利用比武来镇压他们，打击他们的信心；另一边安排军队攻城，到时候绝对一举拿下。荣三，你的这个办法很好。等拿下青州之后，你的好处自然少不了。山下先生，那就静待我们的好消息。山下先生，不打扰您了。父亲，你为什么跟倭人合作，打自己的兄弟啊？你懂个狗屁！在乱世中生存，只有获得钱权粮。在国家大义面前，什么狗屁呀！我告诉你啊，不要坏了我的大计划，要不然饶不了你。这次只要获得青州，我就是青州的代理城主。到时候你爹我想要什么有什么。傻儿子！哼！曹大帅，今日把我们聚集在此，所谓何事啊？各位都是青州的粮商，今天特地叫大家过来，是有一个好消息宣布。敢问曹大帅，是什么好消息？青州尚武之名，中下人尽皆知。山下彻也先生的国家也非常尊重武者，在我的恳求之下，山下彻也先生答应在3日之后进行武者比试。
以比赛的输赢决定青州的归属。我都吓死了！就他们这样的，都不够我一巴掌打的。哼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？敢质疑我们的武术？江雨婷，你是什么意思？是看不起青州的武者，还是想直接投降做个叛徒？江小姐，比武又如何？我打赢了天下第一，家人却离我而去。打赢曹帮之后，仍然会有不断的麻烦。打赢曹军之后，依旧没有人能解决问题。如今还要打，我不是什么青州第一，这场比武我不会去的。江雪婷，你是个狗屁武者，就是一个吃软怕硬的贱骨头。大帅，城中百姓几乎都来了，就连青州城的军人都来了一大部分。比赛开始。诸位，别怪我出这个风头，这个倭寇太嚣张了，我忍不了，我先去得头彩。要想挑战我们倭国的武者，就先从我的胯下钻过去。小鬼子，我打死你！你们没看到自己的同胞被羞辱吗？啊！放开我！我要打死你个倭国狗！放开我！大帅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们这是在比武吗？事先羞辱对方的武者，你们这是什么狗屁武士精神？因为你们太弱小了，就连这次比武，都是我们倭国牺牲给你们弱小的国家。不配质问规则，这不公平！公平，我们就是公平。如果现在还没有人上场的话，那就自动宣判我们倭国胜利吧。你尊还是不尊？我给你10秒钟的时间。10、9、8、7，我钻！什么？早这样不就好了吗？至少可以早点挑战我们的武士，还可以享受战败的荣誉。你不能钻啊！你要钻的话，中下武者的腰就断了。现在还考虑什么武者的尊严？我现在要不上台，中下的腰才真断了。没骨气的东西！哎呀，没骨气！比赛规则：1对1比5，出擂台算输，倒地不起算输，让一方无人应战。比赛结束，仍站在台上的为赢。比赛开始！开始了，看我不打败你！怎么可能？怎么一点反应也没有？弹丸之地，当真是不通理事。
打得真好，畜生！这局我来陪你打。把人打成这样，你这是比武吗？这当然是在比武，我刚才只是陪他玩玩而已，没想到他这么不经打呀！你呢？会不会陪我玩个尽兴啊？简直嚣张至极！今天我要废了你！飞骨全断。来，把这封信交给江雨婷。是。大侠武术不值一提，还有谁敢上来受死啊？啊！你畜生！我来与你一战。曹轩，他竟然会上场！逆子，你赶紧给我滚回来！我不，父亲，我是您的儿子，要保全您的名声，但我可是大夏人，不能看着大夏被人侮辱，更不能看着大夏的脊梁骨被人打断。所以父亲，你看着吧，我一定会为大夏赢下这场比武的。小三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太君，我这就让他回来。逆子，你给我滚回来！父亲，我当了这么久的纨绔，但若是您真的帮倭寇拿下了青州，才是害了你，让你成为千古罪人。所以我必须一战，为了大夏，为了你。曹轩，田中君，动手吧！找死！放心，他赢不了。好，打得好，替先前的师傅报仇！呀！曹三，这就是你跟我说的放心？不，山下君，您不要着急啊，您看呐。这是软骨散，软骨散只有曹家有，难道是我爹？轩儿，啊？不要！少帅，快停手，别打了！少帅，少帅！怎么样？这就打不动了？那就去死吧！别打了，住手！你们快上，把少帅救下来呀！救少帅！少帅是为了我们整个青州城在战斗啊！大帅，台下武者和百姓似乎要冲上来，要不先杀几个，维持一下场地秩序。先警告一下。是。退下，不许靠近！你们不要过来，他们真的会杀了你们！江小姐，这是曹少帅给你的信，信我已经送到，我先走了。江雨婷，我的父亲曹金荣
是当年你江家灭门的幕后之凶。他联合了倭人，以比武定青州。倭人高手众多，如果没有你的话，青州不保。希望你看在家国大义的份上，帮忙青州。事后我这条命任你处置。年少轻狂，害人害己，但在家与国面前却能善恶分明。你曹宣为国出战，我江雨婷又怎会独善其身？曹宣，你给我上了一课。我们青州人都是硬骨头，救下少帅，就算死了又如何？救少帅，救少帅！开枪！住手！你来了。我来了。你来了。我来了。我没有办法眼睁睁地看着青州城被倭人夺走。你做得很好。混蛋竟敢偷袭我！不过再来一个你有什么用呢？你们大夏的武术根本就是花拳绣腿，再来一个也是白白送死。我站在这里就是要告诉你，我虽然是个纨绔，也做过不少错事，但是我知道有国才有家。你杀死1、2个人，你以为我们会害怕吗？我们只会更加的恨你们，更加坚定消灭你们这些侵略者的决心。打败青州的武者，打败我又能怎样？我的身后是千千万万个热血男儿。你可以侮辱我，但是你不能侮辱大夏武术。我会用我的生命去捍卫大夏武州的荣耀。呀！江雨婷，他很厉害，我再去消耗一下他的体力。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接下来交给我。江雨婷，这场比武关乎整个青州的存亡，你可一定要认真对待，拜托了。青州武者江雨婷。你还挺有勇气的，一个个的都找进来送死吗？是不是送死，一会儿就知道了。江小姐，我就知道你肯定会来。江雨婷，杀死那个倭国人，他已经打伤了我们几个武者，要替我们报仇啊！我们倭国武士是无敌的，不管你们来多少人，都不会打败我们天正大人。江雨婷是青州第一，让这些倭寇看看我们大夏功夫的厉害！青州第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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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青州第一。他们都说你是青州第一，不过那有什么用呢？青州的功夫早就已经过时了。从刚才的比武来看，你们青州的功夫就是比不上我们倭国的功夫。跆拳道，大夏武术传承1000年，就凭你，没资格评价。答应你，我就是最强的。你已坠入魔道，你若为我大夏儿郎，我便会毫无保留地教训你。但你这倭国的蛮夷，不配。你们倭国人屡屡打击我大夏民族自信。今天我也警告你一句，拿出你最擅长的功夫，3招赢我。狂妄！把我的武士刀给我拿过来，我要把他打成8块。江小姐，你放心，不管他们伤了多少人，我一定打赢这群倭寇。你不用兵器的吗？打你用不着兵器，1根手指就够了，而且只用3招。休整之计！怎么可能？没什么不可能，
一切只因你倭国蛮夷太弱，连我一根手指都接不住。巴吉亚的，巴吉亚的！好，他怎么会这么强啊？不行，绝不能让这场比武这么快就结束了。别冲动，都别冲动，都别冲动，别冲动，都别冲动。那个，就算是咱们赢得比赛，也不能伤了和气啊！啊，就是啊，江雨婷，这个你得展现出大夏的风骨啊！这场对决就这样了，咱们进行下一场啊！曹大帅，我青州武者在擂台上被田中杨雄打成了重伤，被他扔到了擂台下，你都不说话。现在江小姐只是把倭国对大夏的所作之事还给了他，你就迫不及待地维护倭国人的脸面了吗？曹金荣，你不能胳膊肘往外拐呀！哎呀，这不是倭国人的实力强吗？就算是咱们赢得比赛，也不能太损失人家的颜面，是不是？对不对啊？大家伙说，对不对呀？对不对呀？曹金荣，你这个卖主求荣的奸人！曹轩把一切都告诉我了，原来你早就和倭寇勾结，想里应外合，拿下青州。什么？曹金荣竟然做出这种事！竟然这么坏，太坏了！竟然像江雨婷说的一样，不能解决任何问题。江雨婷，你少在这胡说八道！大帅要真这么做，他到底图什么呀？图什么？他当然是想和倭寇同谋，利用倭寇拿下青州。他曹金荣想当青州城主。诸位，现在倭寇大军早就在青州城外。诸位，现在倭寇大军就在青州城外。他曹金荣举办这场倭寇人和青州的比武，目的就是想把青州的人都吸引过来，届时城防空虚，倭寇就可以一举拿下青州。这简直一派胡言！城墙处有防卫军，还有一部分曹家军的好二郎在驻守，怎么可能会让倭国人打进来？就是因为有你们这样的卖国贼，城防才会被攻陷。怎么办？如果江雨婷说的是真的，倭国人就要打进来了。不用担心，江小姐既然这么说了，她就一定有办法能救青州城。曹桑，我们的计划为什么会暴露？山下先生，一定是曹轩那个混蛋东西坏了我的大事。不过现在局势未定，咱们再看看。稍安勿躁，稍安勿躁。曹金荣，江雨婷说的是真的吗？本大帅抗击倭寇多年，那不可能是真的。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。诸位，这封信就是曹金荣的儿子曹轩所写，上面写着曹金荣和倭寇密谋，夺取青州的证据。这都是真的？太过分了，大恶人啊！这样，他曹金荣早就是倭寇的狗了。混账东西，想坏老子的大事，你活着都费劲，样不熟的白眼狼！曹金荣，你个卖国贼！卖国贼！卖国贼！他隐藏的太隐秘了，这么多年，把我们青州城的粮食都骗光了，说不定还有一部分粮食进了倭寇的肚子里。曹金荣，你真该死！一定要好好的惩罚你，惩罚曹金荣，惩罚这个卖国贼，不能让你的计划成功。惩戒卖国贼！惩戒卖国贼！曹金荣！惩戒卖国贼！曹金荣！惩戒卖国贼！大帅，现在整个青州城都知道咱们的事儿了，咱们先撤走吧。闭嘴！江雨婷，总有一天我会弄死你的。大帅，这里人太多了，万一大帅你真的出什么意外，咱们赶紧撤吧。先放信号弹，让士兵保护我们。
然后再跟山下先生一块撤走。是，大帅。江小姐，曹金荣要跑。大帅，你先走，我殿后。曹金荣，该来算算我们的旧账了。看来你已经知道了，当年是曹成的徒弟找我灭了你全家。哼，要怪就怪他是你们自己家的人。今天就用你的狗头祭奠我的父亲。当年你就保护不了你的父亲，现在你还是要家破人亡。兄弟们，不能让他这个民族败类跑了，围起来！没错，不能让他这么离开。曹金荣，我给你一个机会，跟我比武，只要你赢，放你走。好，我答应你，这可是你自己找死的。找死！你以为拿把手枪就能够威胁到我了吗？江雨婷，我知道我奈何不了你，可是你能眼睁睁的看着这些王八蛋死吗？怎么了？这下你要是敢动，我就下令将这些粮商打死！不要一错再错了！闭上你这个臭嘴！不要！雪儿，少帅，垃圾废物！你怎么不让那倭国人打死你呢？少帅，曹轩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为什么要替我挡枪？我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我爹和倭寇联合侵占青州，能阻拦他们的就只有你了。别白费力气了，我知道自己快不行了。曹轩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为什么要替我挡枪？我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我爹和倭寇联合侵占青州，能阻拦他们的就只有你了。我曹轩是个混账，但我更是大夏国人，能保卫国家的就只有你了。这个号令军队的护符，只有交给你，我放心。这个我不能要，这是你身为少帅，号令军队的令符。我江雨婷只是一个普通人。江雨婷，我们生在这个乱世，注定都不怕死。恐怕每个人的原因都不同吧。是啊，每个人的原因都不同，但是相同的是，我们都是大夏国人，但我国人无匹夫。保家卫国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渴望。江雨婷，放下心中的心结，收下这个号令军队的护符，等他们到了，利用他们去救助更多的人。少帅，少帅，曹轩，一路走好。少帅，一路走好。
曹轩，这就是你说的“国人无匹夫，保家卫国”，是所有人心中的渴望吗？曹金荣这个卖国贼和倭寇的人，马上就要侵占我们青州城了。现在曹轩留下来的这个虎符，就是我们唯一的希望。江雨婷，等曹轩的人来了之后，你一定带领部队拿下曹金荣这个倭寇他们的项上人头。姐姐，姐姐，朵朵不吃这个糖葫芦了，这个糖葫芦朵朵给你吃。朵朵乖，朵朵吃，姐姐不吃。姐姐吃完了就可以打坏人，这样坏人再也不敢欺负朵朵了。我现在是青州唯一的希望了。朵朵乖，姐姐不吃也可以打坏人。各位，我江雨婷一生习武，直到今天才大彻大悟。武者就是要保家卫国，救助民生，这才是侠之大者，武道真谛。江小姐，侠之大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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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从今天起，曹轩的军队由我江雨婷接管。江小姐，曹金荣和倭寇联手，兵马将近50万。就算你有曹轩的兵马，恐怕也是凶多吉少。江雨婷，你有任何需要，可一定跟我们说呀。不错，江雨婷，还有我。我虽然武功不行，但是我有力气。还有我，江雨婷，我有几大肉铺，别的我不敢说，但是管大家所有人吃肉，我管让大家吃得饱饱的。哈哈，对，还有我家粮食管够。诸位请放心，等曹轩的军队到了，我一定带领他们保护好青州。江雨婷，我们少帅呢？少帅他谁他妈杀了我们的少帅？曹金荣击杀我的时候，少帅为我挡枪而死。临死之前，他把这个令牌交给我，让我带领你们保护好青州。是。从今往后，我带领弟兄们追随你。举城哀悼，恭送曹轩。曹轩，保佑我，保护好青州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倭国的军队进城了。山下先生，我有一计，可以不损一兵一卒，就能拿下青州。哦，不知曹桑有什么好办法？青州城只有江雨婷一人之力，若是我们从一侧进攻，肯定能碰到他。但是如果咱们分开进攻，那江雨婷只能举手投降。好主意，就按你说的办。等拿下青州，此地就由你镇守。谢谢山下先生。你带领大军攻击主城门。嘿，曹桑，你带领小队从小道背后攻击。是山下先生。
倭寇的军队进城了。江小姐，现在倭寇和曹金荣已经进城了，可要末将去杀了他们。不着急，先问清楚情况。你看清楚他们有多少人了吗？你看清楚他们有多少人了吗？我只是远远的看到了一眼，看到了很多人，具体多少人我也不清楚。有没有看清是否有曹金荣？没有曹金荣，只有一个领头的。只有一个领头的？对。李副官，我记得咱们青州城有南北2道大门，现在对方只有1个人领头，那一定是分兵作战。那我们也要兵分2路，才能出奇制胜。这样。明白。该死的倭寇！兄弟们，我们去支援江小姐。是。来，山下先生，为我们即将到来的胜利干杯！干杯！该死的卖国贼，竟然和倭国人把酒言欢，简直就是给我们国人丢脸！江小姐，要不我现在就过去杀了他。擒贼先擒王，你们在这儿等我吩咐。哎，江小姐，一定要小心。卖国贼，拿命来！江雨婷，你居然没死！没杀了你们，我怎么舍得死？狂妄！竟然单枪匹马来对付我们，你就不信我一枪打死你？那也要看枪在谁手里。兄弟！你把山下先生给杀了，他可是我制霸青州的得力臂膀。别着急，你马上就可以下去陪他。江雨婷，你可不要胡来啊！要不然你也得死。识相的话，让他们把枪放下。江雨婷，你以为我这几杆枪是吃素的吗？谁告诉你我是一个人来的？有埋伏准备，别动！江雨婷，你让他们先把枪放下，好不好？我爹在哀求你的时候，你可曾想过要放他？那些死在你手里的人，你可曾想过要放过他们？你有什么脸面让我放过你？江雨婷，你不能杀我！如果你杀了我，你也得给我陪葬。今天死的只会是你。什么意思啊？江雨婷的意思是，他还有我们，把他们给我拿下。曹金荣，你一生罪孽深重，死不足惜，带走。滚，走。江小姐，如今敌人已除，接下来我们要去什么地方？我之前一路北上，挑战各路武林高手，如今我要重走北上之路，抗倭。我陪你一起去。爹，我现在过得很好，你不用再担心我了。